上，肩并肩一起奔向美好时光，不怕有阻挡，只要梦一路前往。时间轻弹，张开翅膀，坚持不懈飞向巅峰殿堂，怎甘心仰望在高空找我的梦想，跃动翱翔，我乘风俯瞰，手指滑板伴我们成长。Go go go 是最好的选手 ，Let me go 如风的节奏，让我们 Here we go 一起奔向自由。Go go go 是最后的战斗 ，Let me go 用我的双手，让我们去感受，在终点最闪耀的成就。各位手指滑板玩家，大家好吗？欢迎光临手指滑板嘉年华。今天在诺斯公园里即将举行手指滑板的盛事，无与伦比的手指滑板盛典。快点快点，比赛要开始了！鱼郎，跟你睡懒觉，害我们等你。你们怎么才到？我等你们好久了。高海，你买了这么多手指滑板？哎，这些可是这次活动的限定产品，我要全都买下来啊！真的吗？太好了！比赛即将开始，请各位手指滑板选手尽快入场。糟了，比赛快要开始了，赶紧走！快点！这些我全要了，但等会儿我再来拿。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手指滑板挑战赛的优胜者将会获得与美国手指滑板冠军比试的机会。事不宜迟，马上向大家介绍一下到场的明星嘉宾吧。首先出场的就是美国的手指滑板冠军，这位被誉为100年难得一见的手指滑板天才，拥有完美手指滑板技术以及不败战绩的绝对王者亚历山大。哦，那就是王者的自信笑容嘛！哇哦，真是太耀眼了！接下来的这一位，相信不用我多说了，有请演艺圈的至宝、世界级明星、全人类都喜爱的邻家男孩多益。好，周一好，加油，我们爱你！既然大家的情绪那么高涨，我们就趁着势头，请多益亲自下场，在这次比赛的专用赛道上来一场展示表演吧！好，太好了！各位观众，开始了！开始！加油！总算赶上了。总之，最后还是好不容易赶上了呀！挑战赛已经开始了。没有，现在只是赛道演示而已。赛道演示？通常都会请一位手指滑板高手来演示通过整条赛道，把赛道的难点和要点都体现出来，为正式比赛的选手做个示范和指导。好了，一转眼间来到了第一个障碍处，这组障碍包括扶手和斜坡。选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自由选择。我就选这边吧。所以使出了完美的臀跳，紧接着是凌空滑行，真不愧是世界级的明星，所有的动作都完成的赏心悦目。真是漂亮！这个人画得很不错呀。这个人，难道你不认识多益？他可是家喻户晓的明星哎。台上那个是多益吗？你现在才发现啊？有意思。那就是能够做出各种花式的 U 型台，选手们可以在上面任意方向滑行。U 型的坡面能够实现不同角度的臀跳。还有利用最高点的边缘，能够做出研磨类的花式。
不过在 U 型台上，花式的难度和摔倒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哦。呀，呵呵，大家看好了。这一招是……竟然在边缘当力过来了！刚才的只是前奏而已，现在开始才是最精彩的高潮啊！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啊！这些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招式啊！你当然没有见过了，这些都是在滑雪运动中出现的招式啊！竟然在单手倒立后直接使出空中旋转720度，真不愧是多益，为大家带来了充满想象力和超高难度的非常规招式，真是太精彩了！好了，我接着说明一下，刚才出现的3种障碍物，在赛道上一共设置了2组。也就是说，跑1圈下来只有6组障碍物，才6组啊，这样比平时的比试少了很多出招的机会啊。不过在那个 U 型台上，能够连续使出很多招式呢。而且也不一定是1圈定胜负啊，我想可能要跑200圈才算完成。不可能吧？又不是超级马拉松。正式比赛的时候，选手需要完成2圈的长度，请各位选手把握好每个障碍物哦。我才2圈，太少了吧？正好啊。好了，赛道演示和说明就到这里了。现在一起来看看大家更加关心和期待的比赛流程吧。手指滑板挑战赛第1轮第1场是由于朗对战高海，第2场是由小静对战侯源，第3场是赛美美对战多益，最后是种子选手杨天，他将会与第3场的胜出者比试。想不到第1场就要对上你啊，高海！哈哈哈！太好了，我们又可以来比一比了。对手是侯远呢。说起来，多益的对手竟是赛美美，怎么好像到哪里都会碰到她？我们4个竟然分在了同一组，这样在小组赛阶段就只剩1个人能晋级了呀！唉，男子汉就不要想那么多，现在要做的就是集中精神迎接比赛。你说的对。事不宜迟，手指滑板挑战赛马上正式开始。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感谢多益的精彩演示。亚历山大，切，还以为那个表演嘉宾虚有其表，想不到还真有2下子。杨天，你要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让所有人看清楚我们亚历山大帝国的真正实力。是，无论遇到什么对手，我都一定会赢。很好，等着我吧，亚历山大。好了好了，第1轮第1场比赛马上开始。火焰型手指滑板玩家于朗对战无敌豪腕高海。下面有请比赛的解说嘉宾，他们是玩具店老板易安先生以及玩具达人加比。易安店长是手指滑板模拟装置的开发者，对手指滑板的设计和操作有着很深的研究。另一位加比是各种技巧型玩具的专业级玩家，对手指滑板招式的开发有独到见解。掌声欢迎2位！好了，2位选手也已经就位，那么开始进入模拟装置。哈哈哈，于朗，经过修炼的我是不会再输给你了。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那就比比看吧。于朗，你的电子盔甲是……哇哦！选手于朗这身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电子盔甲。宏远，那个电子盔甲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亚历山大，这是怎么回事？没想到于朗也有全新的电子盔甲，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哈哈，你的斗志都凝聚在全新的盔甲里了吗？真了不起啊！嘿嘿，不只是盔甲，我还有这个。新的手指滑板。于朗的新手指滑板。板身两端的设计能够使起跳更稳定，跳起的部分能在打板时形成设定好的角度，方便起跳。板身的这个宽度能在空中利用空气的反作用力，实现更加稳定的空中动作。不过这块纸板的最大特点还是板底上的两排凸起，利用这两排凸起前后的空间，就可以在各种障碍物上平稳滑行。这个设计特别有利于凌空滑行。哼，于朗，虽然你的新手指滑板性能不错，但你能充分发挥出来吗？我会拭目以待的。两位准备好了吗？那么，异空之巅，冲啊！同时，两位几乎是同时起跑，速度不分上下。哇哦！高海选手竟然单凭手指就把手指滑板弯曲了。没错，这是只有高海的强大指力和腕力才能做出的独门技巧。这是十分厉害的操纵手指滑板方法。用这种方法，无论做什么样的招式，手指滑板都不会脱手。可以说招式成功率是100%。不过这样抓板的话，就不能做出分值较高的旋转类招式了。哈哈，你错了，我已经克服了这个弱点，我是无敌的，因为我已经学会了不使劲儿了。啊？什么呀？高海，玩手指滑板不使劲是不可能的。哈哈，那就让你亲眼看看吧。哎，高海真的不使劲了。哦，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惊讶呢？不过好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才开始呢！冲吧！接下来是我的左空翻360高海飓风。是龙卷风！龙卷风！龙卷风啊！哈哈！呀！厉害！高海选手一个招式就获得了11分，分数马上拉开巨大差距了。真是夸张的左空翻360啊！没错，虽然滑板旋转再多圈也不会增加招式得分，但不可否认，这是史无前例的左空翻360。就是这样，这就是高海选手特有的霸气和硬派的左空翻360。玉朗，你也挺顽强的吧？高海飓风所产生的风压是高海气旋的3倍，这样也没有把你吹走啊？嘿嘿，这个当然，不过只是不被吹走，但分数落后还是会输啊。没错，兄弟，我每用一次高海飓风，我们之间的分差就会继续扩大。所以说这场比试你输定了。没有，还没有输定。哈哈哈哈，很好，
有这种不服输的斗志，才是鱼郎你呀！那我也不再手下留情了。求之不得，只管来！高海旋风！呀！嘿呀！可恶！可恶！好了，高海选手完成了2圈的赛程，最终得分是183分，真是惊人的分数啊！另一方面，鱼朗选手只剩下最后一个 U 型台，他现在的得分是56分，这已经是回天乏术了吧？鱼朗，你的败局已经无法改变了，放弃吧。不可以，无论遇到怎么样的难关，我都不会放弃的。如果高海你是风的话，那我就是闪电。哈！什么？鱼朗选手竟然在 U 型台的外侧边缘做出了凌空滑行，如果稍有疏忽的话，就会失手掉落的呀！鱼朗选手在眨眼之间获得了24分。果然就像一道横扫 U 型台的闪电一样。哈哈，这只是刚刚开始啊！冲啊冲啊冲啊！1次，2次，3次，鱼朗选手不断的出招，正如鱼朗选手所说的那样，高海选手的招式是飓风。而鱼朗选手的招式是闪电。哈！这简直就像是踏着闪电光冲刺的 End Drive。这实在是太惊人了！鱼朗选手这一连串的招式一共得到144分，鱼朗的总分瞬间变成200分，分数超过了高海选手。这是充满戏剧性的大逆转呐！好一招 Turn the Right， 的确是充分利用了那块手指滑板的所有特点，这是用别的手指滑板不能做到的。不过，如果只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话，想赢我还是远远不够的。没错，那块手指滑板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你是说滑板两端没有增加起跳角度的凸起吗？没错，没有了凸起。在臀跳的时候，就必须花费更大的力量和需要更多的时间。这块连做基本招式都存在劣势的手指滑板，根本成不了气候。很可惜，杨天你错了。鱼朗的技术已经大幅进步了，那种凸起对他来说已经不需要，就像是已经学会骑自行车的人，不再需要辅助轮一样。好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第2场比赛的胜出者小静。让我们来听一听2位讲解嘉宾对第2场比赛的点评。其实2位选手的实力相当，双方都有获胜的实力。可惜侯远选手在暂时落后时，基于使出的那招左空翻360失误了。其实，如果侯远选手不要操之过急，等待更好的机会反超，还是可能获胜的。原来如此，看来侯远选手的战术出错了，应该使用难度系数稍低，但成功率有保证的招式来反击啊！侯远，别灰心。虽然很不甘心，但输了就是输了，只好下次再来喽。
侯远，你刚才的比赛做得很好嘛，让我刮目相看喽！而且身为男子汉，又勇于面对失败，然后也能全力为朋友加油打气，对吧？是啊。嘿嘿嘿。接下来，于朗和小静之中的一个能够进入决赛，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渴望胜利的愿望交给他们来实现呢。这虽然有点牵强，但是我明白了，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于朗，要是等会儿你手下留情的话，我会瞧不起你的哦。因为我也是经过努力的训练，和你的比试正是证明训练成果的好机会。我不想要虚假的答案。那是当然，我任何时候都是全力以赴去取胜的。那就好啦。接下来要给东尼加油哦。我一定会赢到最后的优胜，然后和你比试的。亚历山大，你等着我吧。哈哈，我等着你呢，于朗。